伊朗政权裂解信号，美军全面集结，乌军再次攻入俄境内，俄人海冲锋惨败，乌克兰夺回失地，北京反制失灵，美日联手破军。伊朗体制内部的裂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北部卡拉季法迪斯区警察局长哈迪·萨德格在与抗议民众的冲突中被刺身亡，这一事件犹如点燃导火索，瞬间引爆全国紧张气氛。伊朗裔犹太裔君主派意见领袖 X 平台用户尼奥·伯格称他为无法再折磨人民的镇压者，暗示连镇压者也开始承受无法回避的报应。更引人关注的是，伊朗体制内部开始显现裂痕。知名实时新闻与地缘政治评论者 X 平台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马里奥·纳夫尔披露，在连续多日的暴力镇压后，伊朗军方内部出现了拒绝执行上级镇压命令的现象，显示统治体系的忠诚度正在动摇。伊朗政局与革命动态分析师沙纳卡·安斯莱姆·佩雷拉进一步指出，1月9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曾罕见在官方渠道发布信息，承认部队中存在弃兵行为，即士兵拒绝开火或逃离岗位。该帖文虽在数小时后被删除，但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5年来首次公开承认安全部队内部出现系统性裂痕，引发伊朗社会广泛关注。佩雷拉在其分析报告中警告，一旦统治阶层出现持续分裂，政权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力将急剧削弱，拒绝参与镇压的安全人员可能迅速增加。他甚至预测，若趋势持续，伊朗政权可能在90天内面临崩溃风险。原因包括部队叛逃、经济体系加速崩塌、社会动荡扩大，以及民众对当权者积累已久的深层怨恨。还有评论指出，佩雷拉的付费 Substack 报告在国际金融与安全圈内拥有相当影响力，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央银行和国防机构均有订阅者。纳夫尔引用该报告强调，这是政权崩溃的典型信号。当军方不再向民众开火，经济崩盘与社会愤怒相互叠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末日或许正在逼近。1月15日，另一段来自海外的声音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内部崩坏的叙事。总部位于伦敦的波斯语独立媒体 Manoto News 在 X 平台发布了一段直播节目中的实时电话连线。一名情绪几近崩溃的女性自称是伊朗镇压机构一名高级指挥官的女儿。她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家庭内部的黑暗现实，父亲是下令杀人者，家中长期藏有大量假护照和美元现金，为政权崩溃时的逃亡做准备。他还透露，自己和朋友参与抗议时曾遭到电棍殴打。由于当场说出了父亲的名字，他被释放，而朋友们却遭到强暴。他形容自己长期生活在恐惧与深度自责之中，因父亲的罪行而感到仿佛已经被杀死一次。这段连线被许多观众称为令人心碎且极度不安，为外界提供了一个罕见视角，揭示政权精英内部的道德崩坏、逃亡准备以及对普通民众的系统性暴力。这段通话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被广泛解读为伊朗政权裂痕正在从高层渗透到家庭与个人层面的真实写照。作为长期向伊朗境内播送节目的海外反对派媒体 Manoto News 再次成为伊朗社会隐秘现实的放大器。在对伊朗发出一系列强硬军事警告之后，美国正明显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2名美国官员告诉媒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编队已从南海转向中东方向航行，美方同时计划向该地区增派额外的武器与防御系统，并前移大规模战斗机力量。这一消息随后得到 Axios 的侧面印证。福克斯新闻也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称，至少已有一艘美军航母被明确派往中东战区，但五角大楼尚未对此做出正式确认。这一调动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与此前美军在中东的兵力布局密切相关。《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近期美国将军事重心放在加勒比海和委内瑞拉方向，中东一度处于航母真空期，并无航母常态部署。该报援引海军圈内人士的话说，目前美军在加勒比海集中了多达12艘军舰，
而中东地区仅有6艘。这种兵力分布在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此背景下，航母战斗群向中东回流被普遍视为一次具有明确战略意味的调整。与此同时，伊拉克南部靠近伊朗边境的第2大城市巴士拉，有当地居民声称夜间目击到战斗机活动。该地区地理位置高度敏感，但截至目前，美军战机的具体型号、任务性质以及是否与航母编队相关，仍未得到官方确认。德黑兰方面也尚未作出回应。在外交层面，莱维特证实特朗普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相关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请求特朗普暂缓对伊朗的军事干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阶段，美国在中东的重大军事行动，事实上离不开以色列的态度与评估。以色列媒体 WANA 的军事分析师阿米尔·伯赫伯特披露称，特朗普在1月15日晚间曾于最后阶段亲自介入，叫停了一次原本已经进入执行前准备的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该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但尚未获得美国官方或路透社、CNN 等主流媒体的交叉证实。伯赫伯特援引以色列情报来源称，特朗普向核心顾问明确表示，他只会授权能够对伊朗政权造成决定性打击的行动，而国防部官员无法保证一次空袭即可导致政权崩溃。同时警告美军当前在中东的军事资产难以完全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报复。在没有绝对把握就不行动的原则下，特朗普最终下令终止任务，据称距离执行仅剩最后几分钟。这一传闻出现后，局势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伊朗在短暂关闭领空近5小时后，于1月15日凌晨重新开放空域。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的杀戮已经停止高度重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我们昨天救了很多生命，并坚称伊朗方面已不存在处决计划。与此同时，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也出现了姿态调整。有报道称，部分美军战机在进入戒备状态后被重新调回待命，但并无确凿证据显示存在紧急起飞后又被当场叫回的戏剧性场面，更像是整体部署层面的谨慎回撤，而非针对某一次具体行动的终止。不过，所谓叫停并不意味着美军放弃施压。五角大楼随后仍下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从南海高速转向中东，进入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和阿拉伯海方向，预计在1月下旬抵达。福克斯新闻1月15日独家援引军方来源称，至少1艘美军航母正向该地区移动，未来数天到数周内，美军陆、海、空力量仍将持续集结，包括强化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美军基地及以色列。该消息源强调，如果最终采取行动，其性质将更具进攻性。在联合国层面，美国已推动安理会于1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镇压抗议活动及潜在军事风险。美方代表在会上严厉谴责伊朗的暴力行为，而伊朗则反指美国粗暴干涉内政。特朗普依旧保留所有选项，但目前策略明显转向观察后续发展，同时通过非公开渠道向伊朗释放克制信号。然而，伊朗国内的局势并未真正降温。接下来继续追踪俄乌前线最新动态。多方信息显示，乌克兰近期再次将战火推进至俄罗斯境内，边境局势明显升温。据诺尔报告旗下军事记者披露，乌克兰空军行动明显升级。一架经过西方深度升级改装的米格29支点战斗机日前飞抵俄乌边境附近，对别尔哥罗德州内的俄军目标投掷了2枚 ASM 铁锤精确制导炸弹。相关画面显示，炸弹命中后，目标区域瞬间腾起巨大的烟柱，浓烟翻滚，宛如蘑菇云般覆盖上空。俄军设置在当地建筑内的一处临时指挥所被直接命中，整栋建筑在爆炸中被夷为平地。空袭发生后，又有消息称，乌克兰地面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周边活动，疑似配合空中打击实施渗透行动，但截至目前，具体交战情况仍不明朗。俄罗斯方面随即出面否认别尔哥罗德遭到突破，强调所谓空袭和交火均发生在边境地带，并称并未造成重大损失。如果相关消息最终得到证实，
这将是乌克兰自2026年以来第3次对俄罗斯本土实施实质性军事行动。此前，乌军曾2度对库尔斯克州发动跨境打击，破坏俄军通信设施和军事基地，尽管莫斯科方面同样予以否认。库尔斯克一直是俄乌边境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2024年，该地区甚至一度被乌军控制，随后又成为无人机袭击的高频目标。就在昨夜，社交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俄军防空分队紧急拦截进入领空的无人机，但不久后，当地仍传出明显爆炸声，并伴随强烈闪光。此外，俄罗斯腹地也出现异常情况。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深夜突发爆炸，一座变电站起火，导致全市范围内停电。俄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但外界不排除这可能与乌军远程打击行动有关。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施压，显示乌克兰正试图通过跨境空袭与纵深打击，持续消耗俄军的防空与指挥体系，前线与后方的安全压力正在同步上升。在乌克兰战场，近期第聂伯罗方向的战事明显升温。虽然俄军并未在该区域取得决定性突破，但客观而言，确实曾短暂占领部分村庄。这一点并不回避，而乌克兰方面随后迅速组织反击，成功将失地夺回。整体来看，双方在这一地段呈现出阵地反复易手的拉锯态势。从战略层面分析，第聂伯罗并非俄军当前的主攻方向，其作战重心依旧集中在乌东以及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对第聂伯罗的进攻更像是为牵制乌军策应其他战线而采取的配合行动。在另一处焦点战场库皮扬斯克，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城市清剿行动已基本完成，仅剩零星俄军人员试图渗透活动。稍早前，乌克兰特工在对室内建筑进行突击搜查时，当场抓获了2名俄军士兵，显示乌军对该城的控制正在进一步巩固。前线公开视频显示，俄军投入了大量训练不足、装备简陋的部队，被命令执行正面突击或渗透任务。进攻方式粗糙，缺乏基本战术配合，几乎没有火力掩护或机动掩蔽，整体更接近消耗式冲锋，在现代战场环境下等同于自杀行为。目前，波克罗夫斯克一线依然是乌军防御压力最大的区域。俄军借助大雪和浓雾天气持续发动进攻，并试图通过炮火打击切断乌军补给线。俄军甚至一度动用骑兵部队发起进攻，作战方式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战争的特征，而这些行动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参与进攻的人员最终全部被俘。另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卡尔特军团公布的一段战地视频也尤为典型。画面显示，在哈尔科夫地区，两军接触线前的一片开阔地带，俄军步兵以密集队形集群推进，尚未接近乌军阵地，便遭到无人机持续锁定与火力覆盖。在短时间内，至少70名俄军士兵被当场击毙，现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反制措施。这类毫无隐蔽、毫无战术设计的人海式冲锋，其军事目的至今令人费解。在空中与反无人机作战层面，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对抗同样激烈。乌军通报称，俄军无人机操作小组近期在波克罗夫斯克与米尔诺赫拉德区域频繁遭到猎杀，仅一天内就有39个无人机小组被歼灭，45架无人机被摧毁。与此同时，罗丁斯克与米尔诺赫拉德方向的战斗仍在持续。仅在昨日，俄军在该区域至少发动了20次进攻行动，双方断断续续交战，持续一整天。但即便付出巨大人员损失，俄军在多个方向上的推进距离仍未超过100米，未能形成任何实质性突破。此外，乌军第68列兵旅在 T0515 公路以东成功伏击了一支俄军补给分队，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前线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这也再次表明，在情报、无人机与火力协同占优的情况下，乌军依然能够有效遏制俄军依靠数量堆积的进攻方式。在战场技术层面，乌克兰及其盟友也在针对俄军战术不断寻找破解之道。针对威胁极大的光纤制导无人机，美国 Epirus 公司已为乌军研发出一款定向微波武器。该系统利用氮化镓半导体发射大范围聚焦脉冲，
可直接干扰并摧毁配备光纤的4旋翼无人机，使其在空中失控坠毁。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其单次发射成本仅约$0.05美元，在对抗高频消耗型无人机威胁时具备极高性价比。目前该设备已通过测试，预计将很快列装乌克兰部队。情报领域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在2周前于巴黎召开的自愿联盟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罕见披露，过去1年中，法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其约2/3的情报能力。他直言，1年前乌克兰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情报支持，而如今法国已成为最关键的情报来源之一。是的，2/3。马克龙强调，这一事实不仅是对乌克兰的承诺，也是向欧洲伙伴和世界释放的信号。欧洲已经准备好持续支持乌克兰威慑新的侵略，并维护自身大陆的安全秩序。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乌克兰民众也已经在战火中度过了3个寒冬。事实反复证明，无论是导弹还是无人机，都无法击垮一个正在抵抗的社会。能源系统可以被破坏，但意志不会被摧毁，这一点正是欧洲持续加码援助的重要逻辑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在政治层面释放出的更强硬信号。1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目标并不限于当前所谓和平计划中讨论的克里米亚及乌东4州，还包括哈尔科夫、蒂涅博罗、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地区，甚至暗示整个乌克兰都属于所谓新俄罗斯范畴。这一表态不仅无视美欧与乌克兰提出的20条和平条件，也背离了此前美俄之间曾讨论的28点框架，等同于单方面抬高所谓和平谈判的底线。日本与美国近日在安全与军工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华盛顿会晤后，双方于16日达成共识，将强化包括导弹在内的国防装备联合生产，并扩大在日本西南海域的军事部署。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称，在亚洲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稳定性与威慑力至关重要。双方确认将推进空对空导弹与地空拦截系统的联合生产，同时在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多地展开更高强度、更贴近实战的联合演训。其中，冲绳及周边亚热带岛屿的防御被视为日本当前的优先事项之一。作为驻日美军最密集的地区，冲绳长期被美日视为监控中国与朝鲜的重要前沿，其战略地位再度被凸显。这一安全合作升级的背景是日中关系持续紧张。争端的导火索可追溯至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表示，若中国对台湾动武，日本可能进行军事介入。北京随即强烈反弹，指责日方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逐步采取反制措施，包括限制军民两用物项对日出口、强化稀土管制、呼吁民众减少赴日旅游、压缩中日航班，以及延后解禁日本海产进口等。相关举措一度加剧日本对供应链安全，尤其是稀土稳定性的担忧。然而，来自中国的持续施压并未改变高市政府的对台立场，反而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反效果。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即在国会明确指出，中国若攻击台湾，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层级的威胁，日本届时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强硬表态并未削弱其执政基础，反而推升了支持度。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去年底的联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 75%， 日本新闻网本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更升至 78.1%。 在民意支撑下，高市早苗已于本月14日正式表态，有意在月底前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外界普遍认为，选举有助自民党收复部分失地，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日经亚洲分析指出，随着选举时程逼近，高市政府势必将重心放在国内政治动员上，修复日中关系的优先顺位将被后移，而中国的稀土管制也未必会成为选战主轴。报道同时指出，北京方面此前判断高市政府在国会并非绝对强势，终将迫于压力让步。这种认知既源于过往对日外交经验，也带有敲打意味。但现实发展却与预期相反，过度施压反而巩固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促使其更有底气推动提前大选。
整体而言，当前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显著回温，而在美国因素牵动下，日本的安全政策与军备建设正加速向更高强度、更具对抗性的方向推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